这影片的颜色我很喜。这是前2周去菲律宾潜水的一些片段，解锁跟金沙游泳的人生清单，还碰到向导就带团10年都没有遇到过的捷克鱼风暴，超大一群啊！最好玩的还是沙丁鱼风暴，他们真的会被我们就是游过的水流就带着走，然后变成一颗球，然后还可以再把它穿过去。总之啊，这一趟就是久违的潜旅，就真的非常非常满足。那我在出发前就收到 DHansel 的邀请试用。说真的，之前对他们没有什么概念，是有看过有一些那种国外的 YouTuber 有介绍过，但因为它其实调色软体嘛，所以对于我来说啦，我的调色需求不是那么重，所以我就没有那么认真的去就研究。那尤其是我现在用 Premiere Pro 嘛，然后它其实里面的一些调色功能已经是就蛮够用的，对我来说，但都受到邀请了，然后那就还是用用看。那我先说一下，这支影片它其实并不是什么 DHansel 赞助哦，我是没有拿任何就是他们提供的酬劳，而是我实际使用之后呢，这款外挂的调色软体好像真的有让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长进的调色又进到 next level。因为我们现在在数位时代使用相机，其实它 quality 都很好。然后画面也很锐利啊，也很清晰，就色彩又稳定，而且大多数的高阶相机，就算你是在那种很低光的环境拍摄，你使用它原生的 ISO 拍摄之后，它暗部的表现也都很干净。那种种就是数位时代的技术进步，它都让画面就是非常的清晰干净。但我们常常就是你知道看一些电影，就算是那种超级大片，其实他们的画面其实不一定清晰干净哦，你还是可以看到那种他们具有从以前胶片拍摄时代就留下来的那种颗粒感啊、色差啊、晕光啊、抖动啊那种不完美的地方。那这也是有些影片为什么会有电影感的一些部分原因。那 DHansel 它直翻的话就是去除增强的意思，它很细致的就是消除掉影片的完美清晰，它帮画面增加了一点时代的味道。我觉得他就像是在这个时代的那种老底片职人，他坚持要把传统的胶片从古早带到现代。你仔细看过一遍它软体的各项功能，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套古早时候的底片冲洗过程，从底片的选择啊，然后到曝光的程度，到冲印相纸的选择，你都可以在功能列表里面找到相对应的功能，而且它又可以做很细微的调整。现在它就也有 iOS 版，然后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根本不用带电脑，我就用手机的话就可以直接去做这种很精细的调整。像我这是在宿务的时候就拍了很多水下的素材嘛，可是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去潜水，然后它们造成的颜色也都很不一样。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如果在水下用运动相机拍摄，或是你用正常相机拍摄也是啊，就是你在水下拍摄的素材基本上都会色偏的蛮严重，可能靠近水面的地方它会偏红，然后在比较深的地方它可能会偏绿。就像我刚刚前面讲 ，DHansel 它是真的是一个很模拟传统底片冲洗过程的一个软体。在传统底片冲洗过程之中呢，他们会在暗房里面用 CNY， 也就是青色，然后洋红跟黄色这几个不同颜色的色片来去个别控制色片的情况。那它在手机版本里面呢，它也有这种就是可以个别调整 CNY 这种色片的状况。那对于我在国外我只用手机剪片、只用手机调色的情况下，它就会非常的好用。像我平常拍片工作，通常我剪了一支片之后，可能这支片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素材，然后这些素材可能个别都在不同的地方拍摄，最后剪辑完要进到调色阶段的时候，一定也是先把这些素材先做一个色调的一致，然后才会去上风格化的调色，然后再去做一些遮罩的光影啊等等的。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很精细的调色是还蛮重要的。然后像我这是在陆地上拍照，我就还是用富士相机去拍嘛。然后之前也做过2支影片去教大家怎么样在富士相机直接做机内调色，就可以调出你喜欢的颜色。但终究它还是一台相机，所以它能调的东西还是有限。那通常我这种时候就是一定是就是把电脑拿出来，开始调一些什么可能噪点啊，然后更精细的一些色片啊，一些等等的东西。但是我这次出门我就没有带电脑，我只有带手机。那用手机版的 DHansel 它其实可以做的调色又更精细，而且它本来就很对我那种很喜欢底片感的那一种味道，所以它里面能调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也用电脑展示一下我这次旅游影片的调色过程，就是其中几个我觉得最好用的功能。那基本上它电脑版跟手机版功能是一样，
而且都是 Premiere Pro 本身我觉得做不太到的。首先 Input 这边，如果你是用 Log 模式拍摄的话，那它这边有几乎你能找到各家相机对应品牌的 Log 色彩还原档，就还蛮方便的。那但是因为我这次就是没有用 Log 拍，所以就用 RED 709就好。然后第一步就是选择底片，其实不同底片就是有不同的颗粒、色彩、对比等特性嘛。那 Dehancer 的 Film Profile 它就是把这些底片做成数位的模拟，这个功能就像是在数位的环境里面挑底片。基本上它就决定了画面的整个氛围。像我在用的富士相机，最厉害的就是它底片模拟嘛。但是一台相机它顶多也就最多也就10几种底片模拟，而且也都是富士的底片。但这边有洋洋洒洒63种，之后它更新还搞不好还陆陆续续增加。那说真的，我就也不是什么底片玩家，我没有到就是真的太懂了，这种底片很博大精深的哦。所以我就是会一个一个去套看，看哪一个更符合我现在影片要传达的氛围。那有几个我比较喜欢，然后也还蛮万用，应该也算是很有名的几款底片，是我会优先去试试看。像我自己就很喜欢那种温暖柔和的色调，所以像是 Kodak 的 Portra 100，它几乎就是人像摄影的代名词了吧？它的肤色呈现就非常的自然，然后色彩很温暖，然后又不会太过度。它带有一种那种柔和的氛围，那不管它是在高光或者是暗部，它都能保留细节，然后整体的观感就很舒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是怎么拍人就都很好看。然后再来是 Kodak Vision 350D， 那它是一款低感光度的日光型电影片，有非常优秀的动态范围，有很多电影啊，他们在那种大场景的日拍的环境下会用它，像诺兰就蛮爱用，就是像星际效应啊、敦刻尔克跟天能都有证实说，其实他们在一些日景的部分有用到这款底片，主要就是因为它感光度很低，然后颗粒就是非常的细腻，画面就很干净到几乎没有任何杂质，也就很适合就是后期的调色。那它就也很适合我这次的旅拍场景嘛，那种就是阳光很充足啊，然后有蓝天、大海、绿树那种。又可以和肤色保持平衡的那种感觉，带来一种干净又很自然的质感。有些在水下的画面，因为就是光源比较不足嘛，但套上这款底片之后，它依然不会有太多的破损，依然就是有很多可调的范围就还蛮大的。再来是传奇的 Kodak X-Tar25， 它号称是世界上最细颗粒的彩色浮片，它的解析度很高，色彩非常的锐利，特别是在蓝色跟绿色的表现就是非常的干净又冷冽。那如果拿它来跟 X-Tar100 来相比的话， X-Tar25 它更极端。它更适合就是展现强烈的那种冷色调的氛围。那最后是 Konica 的 Impresa 50，那这是 Konica 它最具代表性的一款底片了吧？它就是一个很高阶的彩色负片。那它是以这种自然偏冷的色彩闻名，尤其是也是在蓝色跟青色上面的呈现上，它有一种独特的那种清澈感。然后颗粒很细致，然后层次表现非常细腻，很适合风景跟建筑的摄影。那它本身的调性就跟 Kodak 或是富士就不太一样，它就是带着一点比较冷静理性的气质，那会适合安静一点的画面。我最后就是都混用了，因为也不是说套上底片就结束嘛，根据就是不同场景我来选择一款底片，然后打底，然后色调那些其实都是要再细调。那在选完底片之后呢，特别的是它的 Push and Pull 这个功能，就像你在暗房里面就是推片或拉片一样，是这样讲吗？反正我是没有到太懂。像如果我现在把画面推多一点，相当于就是多显影一点时间，那等于说这款底片它的色彩就会变更浓烈啊，对比更强啊，特色会更鲜明这样子。那如果拉回来一点的话，就像是缩短显影的时间，那画面就会变得就更压低一点，更冷静，然后就是更退回来一点。那记得每个画面下面的 Enable 就要打开，才可以看到就是效果的预览。而接下来的流程像是显影啊、停影啊、定影、洗片、干燥这些就是冲洗底片会有的步骤，在 Dehancer 里面其实都有相对应的功能模组。不过我今天主要想展示几个就是我觉得更直观、效果更明显的部分。接下来的话就是 Print 这个功能，而 Print 这个功能其实就是你最后选择要冲洗在怎样的相纸上面。那不同的相纸它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特性差异嘛。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 Kodak 的 Vision 2383啦。
那我这边理解它为整体的微调，因为不论你前面洋洋洒洒调的是些什么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印在相纸上嘛。所以相纸它可以让你整体的去调一些，例如说曝光补偿啊、对比度啊，还有像是色彩密度，那这个都会让你的画面的细部颜色看起来更饱和、更浓郁。然后再来是很好做出色调风格的 Color Head 的功能，在传统暗房里面，师傅会用不同的滤纸来去控制色彩。像我在苏屋拍的这个片段，如果把青色拉高一点点，那天空的蓝色就会更干净。其实也很像 Photoshop 里面的色彩平衡，有青色对面是红色，洋红对面是绿色，黄色对面是蓝色。那它也跟曲线的原理也一样，就是 CMY 的对面就是 RGB 嘛。好，那再来是颗粒这个功能，是我觉得 Dehancer 最强大的一个地方。它的 Film Grain 跟 Premiere Pro 或者是其他任何剪辑软体里面内建那种加入颗粒的效果，真的是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面。它大部分的剪辑软体里面的颗粒效果，其实就像是你压一层颗粒的薄膜在画面上面，它根本没在管说你画面是什么，你明暗部是怎么分布，反正它就是死死的压一层薄膜的颗粒。就压着，但是 Dehancer 它其实是模拟一个非常自然的颗粒，让画面不会太数位化，还因应你画面的明暗分布来去做模拟调整，而且就是自动侦测，你可以选择就是你要哪一种底片尺寸的颗粒感。那我画面放大给你们看，就是8mm的话，就是会让画面比较不清楚嘛，因为它尺寸是最小的。那当你选到65mm，它就是让你画面上面的细节大致上都还保留得住。但反正我不管我选择什么尺寸的底片，我都还是会选 ISO 最低的啦。那对于画面的影响就是没有那么大。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再去试试看。但你怎么调，它都会再去适应你的画面，来去做出一个非常自然的颗粒感，然后你的画面就顿时就瞬间变得比较有重量。接下来 Halation 这一个效果，其实它模拟的是胶片在那种高光边缘处会出现那种橘红色晕光。那它的底片原理是强光穿过乳剂层之后又反射回来，让亮光边缘看起来像是圣光一样。那你看，就是这一段在大太阳底下的人物，他们边缘就立刻多了一层橘红色的晕光。那这就是数位档案很难模拟出来的胶片质感啊。你是可以用一些就是方法来去做出这个效果，例如说你先做模糊，再做一点色偏，然后再去用混合涂层去叠出来，但都会假假的。至少在我看过Dehancer的效果之后，我就不会想要再自己硬做。那 Halation 特别适合放在就是例如说太阳啊、夕阳啊、霓虹灯啊、夜景灯光这种。就是有高光过度的场景，那它会让就是画面更有就是怀旧感，好像光真的是就是渗进那个底片一样。那像我的话是整支片都有加一点 Halation 进去啦。那最后这个 Bloom 其实它是类似柔光镜的效果，应该说柔光镜它本身要做的效果也是从老镜头、老底片来的。那它跟那种 Halation 不太一样哦。Bloom 的话，它是模拟的是高光的光线的扩散，它会让高光的边缘柔和的往外扩散。然后像我在这边加入一些 Bloom， 你就会看到高光过度不是那种硬生生的边界，而是透过好像一层薄雾。柔柔的散开，然后画面瞬间就多了一种我们说电影里的那种梦幻质感，就像 dreamy 的那种感觉。简单来说呢 ，Halation 给你一种光渗进底片的感觉，那 Bloom 则是就是光柔和的散开的感觉。那两个搭配起来的话，就会非常有味道。因为这次用了 Dehancer 去做调色，其实整个影片的氛围真的跟我之前自己调的很不一样。它不是要让画面变得那种更锐利、更干净，而是帮你找到一种底片的味道，然后来去让旅行的那种回忆是更有故事跟重量。那虽然看起来好像剪完之后还多了一个超级完整的调色的过程，好像会更花时间。我之前不是说旅拍影片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弄吗？但其实我发现你只要选到一个对的底片模拟，它瞬间就少了超多，就是你要自己去做出色调的时间。所以实际上我这支影片它在调色阶段我花的时间反而还比其他支影片少，但是最终的画面我是更喜欢的，有那种就是在复视直出的基础上更 level up 的感觉。那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平常拍商案当然就是要追求更高的画面品质嘛，
但对于记录回忆啊这样的影像，我觉得会比纯粹的数位感的那种纪录片段更能够传达跟保留当下的感受。那也算是把这趟就是前旅的满足感啊，变成一个更有味道的人生切片。好像因为它 Pro 版买下来其实也是蛮贵的，如果你也想试用看看 Dehancer， 先用用看，它现在是有免费试用版的。那虽然我这支影片是并没有拿 Dehancer 任何的钱跟酬劳，但如果你想要去购买或者是订阅 Dehancer 的话，你可以输入我的折扣码 Casper10 CASPR10，那你就可以有10%的折扣。那我也会从中得到一些分润，来去支持我继续做更多有用的影片。好，就这样，我是 Casper，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